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中国，一个重症病人因为医保额度用完，被逼1个月转院4次。医院不是治病的地方，而是报表管理中心。医生不是救命，而是在算还能花多少。同时，一个研究所毕业的大学生在外卖平台拼命赶单，被汽车擦过2次，只为每月多挣几百块房租。北京的 CBD， 那个曾经人潮汹涌的地方，如今灯全灭了，整栋写字楼空着，前台积满灰尘。这不是小说，这就是现在的中国。从青旅里找工作的年轻人，到被医院请走的老人，从倒闭的药店到空掉的办公室，每个人都在一个看不见的系统里被挤压。有人失业，有人失学，有人失医，最后整个社会失去了希望。今天我们带你看到4个真实的中国现象，没有宣传，只有现实。你能想象吗？现在在中国送外卖、当店员、住青年旅馆的，有一大票是本科甚至硕士毕业的大学生。他们手上拿着学历，却找不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。他们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根本没有机会。一位在中国经营青年旅馆的女老板说，最近来住的人几乎全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好挣钱，所以大家都来住青旅，一晚20-30块，图个便宜。他举个例子说，有3个大学生出来打暑假工，家长帮他们订了20天的住宿，有2个撑不住回去了，剩下1个一直住到月底，工作还是没找着。看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了，有人每天跑出去投简历，也有人就躺在床上打游戏睡觉，良莠不齐，但大多数其实都挺无奈的。这位青旅老板娘说，我有时会安慰他们，说这里找工作本来就难，但看着他们真的很心酸。她语气一顿，接着说出一句沉重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些平民子弟基本上是没什么未来的。接着她算了一笔账，每天住宿20多块，生活费30块，一天最少也要50-60，这些孩子要靠自己养活自己，却连这笔基本开销都撑得很辛苦。还有人问我，这儿是不是免费的？你说我天天免费，我也要生活啊。这就是现实。中国现在白领职位在减少，服务业岗位反而变成大学生们唯一的选项。但这些低端职位不仅收入低，没前途，还没保障。来自中国，今年刚移居美国的彭小亮说，现在中国年轻人真的难找工作，很多人本科一毕业就送外卖、当保安，和自己专业完全不搭边。他提到自己一个亲戚，计算机专业出身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最后只好去3线城市的超市做营业员，收入呢，每月3-4千元，扣掉房租、交通费，剩下的刚刚好能吃饭，什么都攒不下。他现在31-32岁了，因为收入低，工作又不体面，根本找不到对象，到现在都还没结婚。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。还有建筑师周恒，他的妻子本来在上市药企工作，是注册药剂师，但近几年整个药店产业开始下滑，销量不行，门店关闭，员工裁员。周恒说的特别真实，我老婆还算好的，持证药师，还能勉强留下，但那些刚毕业的学生、实习生日子就很苦了。实习6个月，工资1800块，只包住，而且还是8人挤1套房，不包吃。转正之后，加上提成、加班、津贴，最多也就2500块。更惨的是，这2年药店越关越多，整批年轻人被卷出局，连个起步机会都没有。
而说到送外卖的大学生，更是让人五味杂陈。王先生毕业于洛杉矶电影学校，本来怀抱导演梦。他说自己努力在影视圈打拼，也去过游戏公司做策划，结果呢，一份工又一份工的被裁掉。后来真的没办法了，就去送外卖、送快递，为了活下去，什么都干。可你以为送外卖轻松？这是个高风险又没保障的行业，只要超时就扣钱，为了准时，很多人闯红灯，我有好几次差点被车撞了。而且电动车很容易坏，要修，下雨天还得继续送，生病了就直接全月白干。如果拼命跑，一天能赚200，不拼命大概100多，但花销一算，根本剩不了多少。这就是现实中的高学历送餐员的日常。王先生还提到他的发小年龄差不多，94、95年出生，因为撑不住生活费，借了高利贷去租房买手机，撑着在大城市找工作。但等他终于找到工作时，发现收入不像想象的高，工时又长，周末基本没休息。结果高利贷还不上，结果原本已经退休的爸妈只能又回工厂打工，替儿子还债。发小最近发朋友圈说，这个世界让我活得很痛苦。武汉居民张女士的弟弟读汽车专业，本科毕业后2-3年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他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所，可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，也只能去送外卖。这让他怀疑读书还有什么意义。这些年轻人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整个体制系统不给他们机会。王先生评论说，我拿过高薪，做过影视游戏，为什么会落到送外卖？后来我发现周围很多原来的白领或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去送外卖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个人的错误，是国家的错误，是这个体制的错误，是这个时代的错误。彭小亮说，现在就是死循环，没有就业渠道了，而且共产党对言论自由打压得非常厉害，真实的经济情况、政治情况、贪腐问题都不能说网上就封你，就得去派出所报到。现在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型高压锅，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出路了。从青年旅馆的床位到超市柜台，从药店实习生到外卖电动车，中国大学生们的未来正在一点一滴被压扁。这是一整代人的失落，年轻人被逼着在看不到希望的社会里消耗。如果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时代悲剧下的个人命运缩影，那写字楼一栋一栋的空下来，就是整个时代的病灶了。你可能无法想象，现在的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曾经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，办公楼正一层层一栋栋的空着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北京、上海的办公室空置率已经突破 30% 大关，深圳、前海等新兴商务区更夸张，空置率直接飙破 40%， 也就是说，每10层办公楼就有4层完全没人租。曾经这些区域什么样？人声鼎沸，创业热潮，咖啡厅爆满，加班灯火通明。但如今这些中心商业区只剩下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。那这场空置潮是怎么发生的？可以说是3重打击同时爆发。互联网巨头裁员，收缩规模，许多公司干脆砍掉整个办公楼层。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，因政策的不确定性，地缘风险增高，外资不敢投也不敢留。再就是创业公司倒一片，资金链断，消费低迷，融资困难，小公司关门大吉，一间间关掉办公室。更糟的是，这还只是开始，未来3年
中国还会有超过5000万平方米的新办公楼入市，供过于求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。现在的业主怎么办？降租金，有的写字楼直接砍价40%，但即便如此，租客依然稀少。这场办公楼市的寒冬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洗牌游戏，谁都不知道谁会最后撑不住。中国办公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转变，它不仅仅是经济降温的表征，更像是一个城市脉搏的失速讯号。当最繁华的地方开始变冷、变空、变静，那么问题早就不只是房子太多，而是信心没了，企业撤了，人也走了。就业市场冷冰冰，医疗体系更让人寒心。现在在中国，生场病不只是看医生的问题，而是你住得起几天医院。有病人1个月被迫转院4次，不是因为这家医院治不了，而是因为医保花超了。近年，中共医保部门推动所谓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政策，意思是得什么病，政府就只给相应的钱，用完就没，不管你病好没好，医院只能请你出院。表面上说是为了控管医疗开支，减少滥用资源，但实际上很多病人却因此被迫频繁出院、转院，甚至被拒收。我们来听听一位重症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。江苏南通的赵林，他父亲因脑卒中变成植物人，已经卧床10年，今年又因为肺脓肿住院，但这种病需要长期抗生素治疗，而且他父亲已经对药物产生抗药性。治疗本身就得慢慢来，可当医保费用一达到限额，医院就请人出院。好在他遇到的医院愿意通融，病人可以不动，家属去办出院，然后再办入院，就可以继续住着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。安徽的陈丽霞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：今天又是转院的日子，住了4天又出院了。他父亲是角质母细胞瘤患者，因肿瘤造成严重呛咳，进一步诱发重症肺炎。从4月以来，他们一家已经辗转了4家医院，每10天就得换一家。就是因为脑癌的医保限额8000元，肺炎的限额也8000元，一超过，医院就怕罚钱，怕被追责，只能婉拒继续住下去。陈丽霞说，最让人无奈的是，每次病情刚好转就被逼出院，换到下一家医院还得重新检查，重新化验，还没等到新检查结果出来，又要被请走了。这根本就是在拖延病情，甚至影响生存机会。更让人火大的是所谓超支补动规则，有一次住院花了1万，超过限额2000，下一次住院，医保部门会从新额度中先扣掉2000，只剩6000可用。这样不仅病人压力大，医生也为难，还可能要写报告、写说明、接受处分。有些病人干脆就这样放弃治疗了。北京某3甲医院的王主任说得很直接，如果一次住院需要做2次手术，预计会花超，医院贴钱，所以就要让你分2次来，办2次住院手续。还有这种情况，病人一开始在内科，检查后发现得开刀，得转外科，可内科用掉的费用让外科望而却步。最后怎么办？内科先办出院，外科再办入院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？但这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地方医院的潜规则。医学伦理学者王岳教授指出，经济指标不应该主导医疗行为，医生不该每天上班还得算今天我要赚多少，怎么规避罚款。他呼吁推动更人性化的制度，比如年薪制、医疗慈善、3医联动等改革机制，让医生专心救人，而不是算钱。这些故事被曝光后，不少网友留言，真希望医院能多替病人想想，
别让人看病还得跑路。生病已经够苦了，政策能不能少折腾人？我们看这样的医保政策，本来说是要控费，结果却变成了控命。从制度上看似合理的改革，到了基层却变成一场对病人的折磨。如果一个制度让重症患者反复转院，让医生怕因钱而担责，让医院怕接收病人，那这还叫医疗吗？大学生失业，办公室空置，医疗崩坏，这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同一场体制性崩坏的不同面。在这个国度，人们被逼着习惯没有选择的生活，青年被现实碾压，中年被债务拖垮，老人被医保抛弃，中国社会正在慢慢失去希望。当年轻人不再做梦，当办公楼变成坟场，当医院拒收病人，那个社会离崩塌就不远了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